来吧，魔方混天豹机动画配色再版，终于来到了合体篇。5个成员我已经把它变成了合体的样式啊，主要还是来穿这一套的马甲。这个话说回来，我真的挺讨厌这种大裤衩式的配件合体，扣进去以后啊，其实诈骗的这一块安装时候挺不好操作的，我们得把这胳膊往里垫一垫，穿过这个窟窿眼儿。膝盖的这一块啊，还是挺不好安插的，不过插上去以后很紧实。接着我们再把侧面的这2片轮毂的位置嵌进去，环环相扣的包啊，包起来就很结实了。吵闹这一块的连接就简单多了，直接往里嵌入夹住以后，用后边的这块腿肚子再对准插孔锁定。然后再把前边的坦克炮塔，上半身这个穿衣服啊，主要也是对应了中间非常多的卡扣，把它扣合到位。左右这里的肩带锁一下，上方这里边2个燕尾插槽压平。旋风在组合的时候，要把侧面的这一片稍微拉开一些缝隙，滑槽顶进去，然后再密合夹住。爆炸合体掀开顶盖，把这个关节折出来，拆开里边的插扣，接着把这个滑槽顺进去，这里再拼上，然后再咬合。腰部这里袭击滑入，再把前方插孔定位锁上，最后胸甲对应的插扣嵌入。那么好，魔方这套混天豹的合体就进行完成了，正好和之前推出的威震天再版放在一起看，魔方整体的美术风格以及比例效果搭配在一起都是非常不错的。主要还是这一次的一个配色更换，其实它和最初版的那个动画配色还是有很多偏差的，主要是在色泽的调色方面，这一套塑料的底色会更趋近于动画片里边所演绎出来的那种发色效果啊。整体看起来，不论是美型度还是一体性，这款 BOSS 做的确实不错。无奈呀，也是正因为如此啊，美型考虑到位了，可动和一体性这些都兼顾到了，甚至于5个成员的单体比例都能确定下来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做一大拖4小了。所以这个也是目前第三方设计师在考虑到合体金刚领域里边，尤其在做主体概念的时候，很难取舍的一个点。毕竟合体金刚要考虑到的元素确实太多了，就像如今算是比较成功欧叉的一体变形的这些产品里边，你就能看到一个硕大无比的袭击带着4个参差不齐的小弟，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毕竟要照顾到一些合体的部件，还有一个主体的身高框架，所以要美型还是要变形设计好玩，这个依旧是在变形金刚界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些设计师绞尽脑汁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啊，以至于他们现在能找到的唯一折中办法就是这种偷懒式的外挂马甲，或者说装一个框架把主体塞到肚子里边。如今不管是大比例还是小比例啊，很多的第三方厂商都会这么去设计啊。其实还是等看一看将来官方要推出合体金刚的话，将会是有一个怎样的重新演绎方案，或者说能给这些设计师们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做一个指路的明灯。现在 SS86 据说要推出大力神了，现在有预告出来了，但是毕竟大力神是6个成员啊，他做主体部分的时候其实是有空间进行上下2半的分离的，但如果说要是做其他的这些8大金刚相关的角色，主体部分的这个大小尺寸依旧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啊，魔方这一套混天豹，其实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太喜欢它的合体过程。但确实，魔方单体的这5个成员的素质也是有目共睹的，不论人形还是载具形态，以及它的比例效果，最终完成以后的各方面素质都是非常高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现在很难取舍的一个纠结点吧。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毕竟在动画片里边，本身来说的记忆动画是一个非常不讲道理的存在啊。很多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所谓质量转换技术，以及合体金刚那奇奇怪怪的比例，到现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津津乐道的谈资了。毕竟那是80年代的一部广告式的动画片。现在的这些第三方设计师也好，官方的设计师也好，其实他们都是会去进行逆向的思维，用现在的技术、现在的产品去复原动画片里边的那个 bug 现象。就是说起来啊，我觉得本身是有一点本末倒置的。反之，如果你设计的产品是一大托四小，又向记忆玩具的那种本初的原始风格去靠拢的话，估计到时候又会丧失动画党和比例党们的青睐吧。所以呀，做产品它终归是要拿出来卖的。最终可能折中下来最好的方案，就是目前这些第三方们采用的大裤衩大马甲了。你不喜欢又能如何呢？倒是现在也有一些作品里边能实现出来在体量上的增大减小的质量转换技术。我们也看到了，不论是叉摄也好 FT 也好，他们做的设计更多的是延展型的框架，就是我们所谓的包片片连杆杆，把它整个的扩充开来，到时候你又会喜欢那样的变形结构吗？所以变形金刚难做，无非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故事。记忆动画片在制作的过程中，美化了曾经记忆玩具身上那些不合理的身高比例，以及美化了80年代制作的那种记忆老玩具憨憨的独有风味。而现在的玩具又想方设法的去还原在动画片里边已经美化完了、完全不合逻辑的那些形象。而最终哪个还原的方向是正确的，可能这个就如同薛定谔的猫一样，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世纪谜题吧。那在座观看的各位，你究竟喜欢哪一种合体还原的方案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看法。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